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发现家里财产被转移后，他直接带着白月光来找我摊牌。反正现在钱也到我手上了，这个破房子给你拉倒。我告诉你，嫁给你这么多年，我从没爱过你，识趣点就快点离婚。我沉思片刻，我决定如他所愿，签下离婚协议。行，老房子归我，其他都归你。拿到离婚证后，我掏出文件刚要开口，他却迫不及待上了白月光的鬼火，扬长而去。我耸耸肩，将刚从公文包里掏出的2张报告收了回去。一张是老房子的拆迁公告，而另一张是他的乳腺癌晚期确诊单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今天邀请到了孙薇，你应该不会生气吧？3天后，在朋友张伟举办的一场宴会上，他带着歉意跟我说。我微笑着摇了摇头，看着眼前从小玩到大的朋友，我知道他是最了解我的人。他今天把孙薇邀请过来，其实也是为我好。我和孙薇之间的事情，周围人都已经知道了，对我好的人都试图挽回这段感情。可是我对张伟说，这样做没用的。孙薇已经下定决心离我而去，不管我做什么样的努力都无法挽回。听到我说的如此的果断，张伟也只能无奈地叹了一口气。张伟是一家公司的老总，但是因为经营不善，张伟的公司面临着倒闭。今天把我邀请过来，其实还有另外一层意思，想要让我出手帮他。我的情况你比任何人都清楚，你不能眼睁睁看着兄弟就这样倒下吧。从张伟的眼神中，我能够感受到一种期盼。我一个家庭破裂的人，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牵挂了。或许我的朋友才是值得我牵挂的。你想要我怎么帮你？不管怎么样，张伟都是那个真心实意对我好的人。老婆可以离我而去，但是朋友是一辈子的朋友，我不可能坐视不理。只要你开口，在我能力范围之内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张伟听了之后松了一口气，他心里面悬着的石头总算是落了下去。如果我不出手，他的公司只能倒闭。当他眼含热泪地抓住我的双手，正要感激我的时候，一个声音打断了张伟的话。张总，我们来了。所有人一起回过头，向着门口看了过去。只见我老婆孙薇穿得花枝招展，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挽着一个高挑男人的右手，光芒四射地走了进来。而那个男人当然就是孙薇的白月光刘涛。实在对不起，我陪我心爱的去做了一个发型，所以迟到了。张总应该不会责怪吧？刘涛来到张伟面前，嘴上看起来是在道歉，承认错误，其实就是在秀恩爱。而孙薇看到我在现场，当着我的面搂着刘涛的脖子，就狠狠地亲了一口，在我面前炫耀了起来。我家刘涛是张总公司的执行总监，可是张总的得力干将，不像有些人一辈子都是窝囊废。所有人的目光全部齐刷刷地投射到了我的脸上，因为孙薇所说的那个窝囊废，自然就是在指我。王帅，你还不嫌丢人现眼吗？这种高端局，是你这种窝囊废可以参加的吗？看到我无动于衷，孙薇直接指着我的鼻子，当场就质问了起来。看到孙薇在指责我，张伟一脸愤怒地挡在我的面前，声音有些严厉。孙薇，王帅是我亲自请来的，请你不要为难我的朋友。作为从小一起玩到大的朋友，在我被刁难的时候，张伟总能够第一时间出手维护我。可这一次看到张伟出面之后，孙薇不但没有任何的收敛，反而愈发的嚣张了起来，嬉皮笑脸地看着张伟，你这么大的一个老总，出来维护一个窝囊废，
未免太掉价了吧？被孙威如此嘲讽，张伟的脸色越来越难看。而孙威旁边的刘涛这时候赶紧凑上来表现自己：“张总不要生气，我给你带来了一个好消息。”张伟黑着那张脸，听到刘涛说有一个好消息，面无表情的让刘涛发言。刘涛挑着眉头看了我2眼，得意洋洋地对张伟说：“龙城公司已经答应了，把那个项目给我们做。如果拿下龙城公司的项目，我们公司的资金链就可以重新连接起来。”听到刘涛这样说，张伟的眼睛突然亮了，一把抓住刘涛的手，神情激动地看着刘涛：“这的确是一个好消息，如果拿下这个项目，你就是我们公司的救世主啊！”可以看得出来，张伟对这个项目是有多么的在意。毕竟现在张伟的公司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，没有公司愿意把项目给他们。这个时候把项目给他们的公司，好比是雪中送炭啊！如果能够顺利完成这个项目，我给你升职加薪，直接让你当公司的副总。听到张伟的承诺，那个刘涛直接拍着胸膛保证了起来。他在张伟面前说：“1个星期之内，绝对保证把龙城项目拿下来。”听到刘涛在张伟面前保证之后，刘涛身边的孙威更加得意了，一边紧紧地搂着刘涛，一边斜着眼睛看着我，继续嘲讽着：“窝囊废，睁开你的眼睛看看，什么样才是优秀的男人该做的？离开你是我这辈子最正确的选择。有了刘涛这样的优秀男人，给我一座金山我都不换。”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孙威竟然如此厚颜无耻，身边都是我的朋友，虽然他们都很生气，但一下子也不知该如何是好。这件事情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乐观。谁知道，就在刘涛和孙威得意洋洋的时候，张伟突然清醒地意识到了问题所在，而且看到孙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羞辱我，他的心情一下子就变得更差了。公司的情况你们都很清楚，现在已经没有多少钱了，手里面的资金根本无法支持继续拿下那个项目。当张伟把这个现实说出来之后，刘涛当场就倒抽了一口凉气。刘涛本来以为自己可以在张伟面前好好表现一番，可没想到直接被张伟浇了一盆凉水。没有资金的支持，就算拿下这个项目，我们公司也会被拖垮，所以这件事情现在根本没有办法拍板定下来。张伟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而听到张伟说到这里的时候，那个刘涛直接就坐不住了，神情变得越来越激动。他紧紧地抓住了张伟的手，试图还要用自己的方式劝说张伟：“你好好考虑一下吧，不要这么轻松就放弃，这可是我好不容易争取回来的机会呀！大家都很清楚，想要和龙城集团合作，必须有足够的实力，因为龙城集团作为甲方，在项目没有完成之前，是不会拿出任何款项来支持的。这种时候，如果甲方不打钱的话，就必须自己公司全部垫资。现在张伟的公司已经空壳了，没有资金链支撑，想要一下子拿出这么一大笔钱来，那简直就是在痴人说梦。这对我们公司来说是一次救命的机会，如果张总不搏一搏，那我们公司真的就只能眼睁睁等死了。看到刘涛比任何人都激动，其实明眼人都已经猜到了，在这一类项目中，刘涛肯定拿了不少回扣。如果张伟拒绝了这次项目的合作，刘涛就会失去吃回扣的机会。他拼命要让张伟把这个项目拿下来，其实也是为了他自己啊。这件事情到此为止，要不要拿项目是公司自己的决定，你还没有资格来左右我的想法。当想明白之后，张伟的表情变得越来越坚决，
他果断拒绝了刘涛的提议。而就在张伟决定放弃这个项目的时候，我微笑着站了出来，伸手拍了拍张伟的肩膀。如果这个项目能够让你公司起死回生，那就拿下来吧。资金问题根本不是问题，你一个身无分文的窝囊废，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三道四？我的话还没说完，直接就被孙威打断了。孙威站在我的面前，用一种鄙视的眼神看着我。在孙威的眼里，我只不过是一个穷光蛋而已，根本拿不上台面。正因为瞧不起我，所以孙威才会果断地离开我。而这次听到我站出来提意见，孙威比任何人都激动，好像我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在丢孙威的脸一样，让孙威感到无比难受。你最好闭嘴吧，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了。谁不知道你是一个身无分文的家伙？在我所有朋友面前，孙威根本不给我任何面子，对我就是一番羞辱。孙威是一个嫌贫爱富的女人，觉得跟我在一起看不到任何希望，所以才会不回头地离开了我。而之所以选择和刘涛在一起，那是因为刘涛现在是公司的高管，孙威认为嫁给刘涛就能成为富太太。和刘涛比起来，在孙威眼里我就是一个笑话，这是给你最后的面子。如果你再丢人现眼的话，不要怪我不客气。孙威越说越激动，到最后竟然威胁了起来。而面对反应如此激烈的孙威，我根本没有正眼看一眼，只是一脸真诚地对张伟说，如果那个项目能够帮助到你的公司，我愿意帮你。听到我说愿意帮他，张伟本来已经暗淡下去的目光再一次亮了起来，而这一次的张伟好像被注入了兴奋剂一样，变得像是打了鸡血。他赶紧抓住了我的手，就像是抓住一根救命稻草，激动得连说话都说不清楚了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你真的愿意帮我吗？我微笑着点了点头。而就在我正准备开口回答的时候，刘涛气急败坏地打断了我。刘涛问张伟，张总，你难道不知道这是一个窝囊废？他的话你都相信吗？刘涛的话还没说完，谁知道张伟直接抬起手，啪的就给刘涛脸上一耳光。刘涛还没回过头来，自己的脸上就已经印上了一个红红的巴掌印。我和我朋友说话，有你插嘴的资格吗？刘涛傻眼了，他没想到张伟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打他的耳光。他用一种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我，难以理解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。看到刘涛被打，旁边的孙威可是心疼坏了，直接冲过去撕扯张伟，你脑子有毛病吧？刘涛替你想办法，你还打他？是不是王帅让你故意这样做的？王帅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不允许任何人侮辱他。张伟不给任何面子，当他一把将孙威推开之后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两个人，直接就亮出了自己的态度。而孙威被推开，感到自己颜面扫地之后，还想爬起身来讨说法，直接被刘涛从后面紧紧地抱住。求求你不要闹了，好不好？刘涛抱着孙威，可能是害怕自己的饭碗被孙威这么一闹，如果给搞丢了，那就是得不偿失。张总有他自己的决定，我们服从张总的安排。如果你再闹，可不要怪我翻脸。听到刘涛这样说之后，孙威一下子也是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毕竟自己辛辛苦苦地替刘涛出头。没想到刘涛不但没有感谢自己，反过来说自己是胡搅蛮缠。可刘涛是自己的白月光，如果和刘涛撕破脸皮的话，刘涛很有可能会转身离去。对孙威来说，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。宝宝，你放心，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，我绝对不会给你丢脸。听到刘涛对自己的呵斥，孙威不但没有生气，
反而像哄小孩一样，竟然当着所有的人面这样顺从的刘涛。看到刘涛和孙威的样子，张伟冷哼了一声，和我交换了一个眼神。我们两个人的眼神相撞在一起，几秒钟之后，他好像明白了什么东西，缓和了一下情绪，就按你的说法，把龙城项目拿下来，不管有多么艰难，我们公司也要做下去。因为我的那个眼神，给张伟吃了一颗定心丸。而听到张伟说愿意把项目拿下来之后，旁边的那个刘涛一下子又来了兴趣，他赶紧点头哈腰的凑到了张伟的面前。张总，既然你已经回心转意，愿意把项目拿下来，能不能把这个项目全权交给我来负责？张伟看起来面无表情，他之所以同意把项目拿下来，那是因为有我在给他做靠山。现在我的情敌竟然站出来说要来负责这个项目，那不是当着所有人的面挑衅我吗？张伟没有表态，而是把目光看向了我，他需要征求我的意见。就在他正准备开口说话的时候，我也平静地说了一句，如果他愿意负责这个项目，那就把项目交给他吧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项目的款项必须由他自己去想办法。全场一片哗然，孙威直接坐不住了，像是母老虎一样冲了过来，扯着我的衣服就吼叫了起来，你这个小心眼的家伙，看到我跟刘涛在一起，心里嫉妒，千方百计要给他找麻烦是吗？为了维护刘涛，孙威一边和我撕扯，一边把各种罪名强加在我身上。在孙威的塑造之下，我成了那么一个小心眼的男人。看着不依不饶的孙威，我的表情越来越平静。对于我而言，这一切再正常不过了，因为在孙威的心里，刘涛比任何人都完美。孙威不允许其他人来针对刘涛，特别是我。我在这里警告你，如果你再找刘涛的麻烦，信不信我去起诉你？孙威的警告声还没说完，突然身体晃晃悠悠，扑通一声就摔倒在了地上。当旁边的人把孙威扶起来之后，发现孙威的嘴角在流血，现场所有人都慌了神，大家用一种诧异的眼光看着我，认为是我把孙威气到吐血。可是我对孙威的眼神已经没有了任何同情和怜悯，只是面无表情地对刘涛说一句，把孙威送到医院去吧，毕竟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了。孙威患上了癌症。在孙威离开我之后，我得到了孙威的体检报告，报告上说孙威已经没有多长的时间，可是孙威对这件事情一无所知。显然孙威和刘涛在一起之后，只是尽情的享受和玩乐，根本不注重自己的身体，甚至连去医院检查都没有去。此刻的刘涛也不敢怠慢，一边急匆匆地把孙威送到医院，一边还打电话告诉张伟，一定要把公司的项目给他去做。宴会结束之后，张伟亲自开车送我回家。他在车上问我，既然你已经答应出手帮我，那为什么还要让我把项目给刘涛去做？我的脸上浮起了一抹冷笑。我之所以答应出手帮助张伟，是因为不想眼睁睁地看着张伟的公司倒闭。我拿到了一笔很丰厚的拆迁款，家里的老宅拆迁之后，我得到了几千万的补偿，从中间拿一部分出来投资张伟的公司，轻轻松松就可以让张伟起死回生。但是看到刘涛对这个项目如此的上心，我心里面有个另外的一个想法，既然他想好好表现，那就给他一个表现的机会吧。听我如此一说，张伟踩了一脚刹车，把车停在了路边，用难以置信的表情看着我。他可是把你老婆抢走的人，你怎么还出手帮他？说这番话的时候，可以看得出来，张伟的表情非常的愤怒。
其实我老婆孙薇被刘涛抢走，我身边的那些朋友一个比一个生气，有好几个甚至在我身边说，如果我不方便出手，他们可以帮我出手解决。但是我并没有答应，我不是一个软弱的人。老婆被抢走，我当然不可能无动于衷，我有我自己的方式，我要让这对狗男女付出代价，所以我不会像其他朋友那样冲动去展现一切。他这么急想要把项目拿下来，在中间肯定有什么利益。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放长线钓大鱼。我抽了一口烟后，在路灯下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。其实我已经准备投资张伟的公司，而就在我计划拿出这一笔钱来的时候，我又改变了自己的想法。刘涛竟然想要站出来当这个出头鸟，这简直就是一个极好的机会。他不是想要主持这个项目吗？你就让他来筹集资金吧。如果他能够筹集资金，那你就把项目交给他来做。张伟现在还是不明白我的想法，不过看到我一副淡定的样子，他也没有过多的反对，而是有些难为情地对我说，他那个人根本筹集不到资金，如果他筹集不到钱，那我们这个项目岂不是要葬送在他手中？我神秘兮兮地笑了笑，悄悄地凑到了张伟的耳朵边上，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之后，张伟听了直接一拍大腿，瞬间崇拜地向我竖起了大拇指。还真的有你呀，这一招果然太绝了，就按照你的想法去办吧。第二天，刘涛走进了张伟的办公室，当他愁眉不展地出现在张伟面前的时候，张伟其实已经猜到了，刘涛现在来的目的就是想要告诉张伟，自己没有门路筹集到资金。张总，看样子这个项目要黄了，因为资金无法到位，下一步的进展无法进行。就在刘涛还继续诉苦的时候，张伟合上文件，若有所思地看着眼前的刘涛，突然跟刘涛说了一句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通过担保出一笔资金，但是不能走我们公司的账户。刘涛听到说有这么一个门路，整个人瞬间就来了精神，他连忙打起精神，对张伟说，如果不能走公司账户，那就让他走我私人的账户，只要资金到位，我们这个项目就能够顺利开展了。张伟所说的这个朋友其实是一家贷款公司，因为是一家民间的贷款公司，贷款的利息非常高。现在张伟把这个贷款公司说出来，其实就是用另外的一种方式，想要让刘涛上套。如果让你出面的话，我感觉有很大的风险，毕竟你没有太多雄厚的实力，对方也不可能这么快放款。看到张伟马上要拒绝刘涛的提议，刘涛也是坐不住，赶紧从他的包里面掏出了几张房产证，他把房产证摆到了张伟的面前，只要能够拿到资金，我愿意用这几套房子来抵押，反正只要资金到账，项目正常运转下来，我们这次必然就会大赚。张伟的眼睛看了过去，他看到刘涛手里的房产证，上面写着的全都是孙薇的名字。当时孙薇和我离婚之后，分走了好几套房子，这些房子全都转到了孙薇的名下。因为孙薇和刘涛在一起了，孙薇毫无保留的把这些房子全部给了刘涛。现在刘涛把这几套房子拿出来抵押，根本没有任何的顾忌，甚至好像和孙薇都没有商量过。张伟试探着说了一句，万一项目失败了，这些资金无法收回来的话，这几套房子就会被别人拿走，你一点都不害怕承担风险吗？刘涛无所谓地摇了摇头，他大大咧咧地在张伟面前说，这房子是孙薇送给我的，孙薇已经在转让书上签字了，我可以全权处理。看到刘涛回答得如此干脆，
张伟也没有任何的犹豫，直接一个电话打了过去，贷款公司的人就找上门来了。有了几套房子抵押，贷款公司那边也是非常干脆，直接放款1000万。款项下来之后，张伟把资金交给了刘涛，让他全权负责项目的进展。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医院病房里，我放下手里面的果篮和鲜花。孙威被惊动之后，睁开眼睛，看到我出现，眼里充满了惊讶。不过很快冷冰冰的就说了一句：“谁让你来的？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我不想和你有过多的牵扯。”为了拉开两者之间的距离，孙威话里话外对我充满了嫌弃，意思已经非常明确，就是让我从今往后不要再去纠缠他了。我没有纠缠你，我只想提醒你一句，你名下的那几套房子很有可能会被全赔光了。你给我闭嘴！我的话刚刚开口，门口就响起了一个愤怒的声音。刘涛急匆匆地冲了进来，他提高声音呵斥我，试图阻止我继续说下去。你这样做想要破坏我和孙威的感情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说完放下手里面的饭盒，温柔地把孙威从床上扶起来，一口一口地给孙威喂鸡汤。喝着刘涛喂的鸡汤，孙威一脸的幸福。此时的孙威脸色已经非常的惨白，头上的头发大片大片的往下掉，不过脸上没有任何惊慌的样子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刘涛肯定没有把真实的检测结果告诉孙威，这是在隐瞒。我和刘涛之间是相爱的，你不要试图挑拨我们之间的感情。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不会相信你。喝完刘涛的鸡汤后，孙威用冷冰冰的眼神看着我，甚至直接把我送去的果篮和鲜花打翻在了地上，用手指着我的鼻子说：“你这个窝囊废，有多远给我滚多远！我对你已经嫌弃到了极点，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了。”刘涛也是冲了过来，一把封住了我的衣领，把我推到了门口，然后气势汹汹地威胁我：“你给我听好了，现在我公司的项目是我来负责，只要我把这个项目完成，我就是公司的老总，你可不要耍什么花招。”从他的眼神里面，我看到了另外的一层意思，他害怕这个时候我把他的事情说出来，所以他在用这样的方式来威胁我。可是面对刘涛的威胁，我只是平静地拿出了一份身体检验报告，淡淡地问了一句：“孙威患上了癌症，而且还是晚期，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进行系统性的治疗？”一句话，孙威手中的杯子当场摔得粉碎，而此时的刘涛也是不知所措，可以看得出来，他完全不知道我是来拆穿他的。当他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孙威已经从床上冲了下来，一把将那个体检报告抢过去。当看到报告上所有的内容之后，孙威整个人都绝望了，扑通一声跌倒在了地上。你们为什么要欺骗我？为什么要欺骗我呀？不是说我身体好好的，住几天院，回家就没事了吗？可能面对自己患了绝症这个现实，孙威根本无法接受，一边悲痛欲绝地嚎叫着，一边在哭诉着反问。而看到孙威如此的表现，回过神来的刘涛把所有的脏水全都泼到了我的身上。这一切都是王帅搞的鬼，他想要吓唬你，你千万不要相信啊！该死的王帅，你是不是看到我和刘涛过的幸福，嫉妒我们之间的恩爱，才做出这一切？听到刘涛的狡辩之后，孙威竟然也相信了，把手里面的体检报告撕得粉碎，捡起地上的花篮和水果，劈头盖脸地向我打了过来，而且一边打还一边诅咒我：“你这种心胸狭隘的男人，没有哪个女人会爱上你，老娘诅咒你一辈子打光棍，孤独到老。”看着孙威像是被洗脑了一样，
我心里面的那抹念头终于彻底的碎了。本来还想要挽救一下孙薇，但现在来看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。既然一个女人想要心甘情愿的粉身碎骨，就算神仙来了也是没有办法把她拉回来。我捡起一个摔坏的苹果，咬了一口之后，一边吃着一边看着孙薇，给孙薇留下一句话：既然你这么信任他，那我就祝你幸福吧。希望你记住你今天的话，一辈子也不要找我。转身，我走出了医院。我的司机恭恭敬敬地打开了车门，坐上新买的豪车，掏出电话，翻出了一个号码。这是龙城公司老总的号码。当我的电话打过去的时候，龙城公司老总还是有些惊讶，在电话里面问了一句：王先生，你怎么有时间会给我打电话？龙城公司老总也是我的一个老同学，其实很早之前我就投资了龙城公司，也算是他们的股东之一。当大股东把电话打过去的时候，作为公司的老总，肯定是毕恭毕敬地听从安排。我对龙城公司老总说：把你手里面的项目停掉，来一个单方面违约，不管需要什么样的赔偿，都不能再和刘涛合作。没有任何犹豫，在我的指示之下，龙城公司单方面停止了和刘涛合作。当这个消息传到刘涛的耳朵里面的时候，瞬间如同晴天霹雳。他着急忙慌地从医院跑回去，找到张伟，想要寻找补救的办法。可那个时候的张伟正在和我吃火锅，两个人围着火锅开开心心的聊天，被突然闯入的刘涛破坏了气氛。张伟直接端起一杯酒，一下子泼在了刘涛的脸上，指着刘涛的鼻子说：你到底是做什么吃的？公司这么大的项目交给你，你竟然把公司的项目搞黄了，一切责任由你自己负责。好像是商量好的，贷款公司的电话也打了过来，让刘涛赶紧还钱，否则就向法院申请扣押房产。当法院的电话打到手机上的时候，孙薇这个时候正在张罗着出院。在刘涛的忽悠之下，孙薇并没有对自己的身体进行系统性的检查。孙薇认为自己只是肠胃出了一点毛病，回家休息几天就好了。而现在孙薇正在开开心心地收拾着东西，等着刘涛过来接自己。可是当听到法院说刘涛把自己的房子抵押了，在贷款公司贷款1000万的时候，孙薇整个人当场就生气了，直接就和法院的人吵了起来。你们脑子有毛病吧？我老公可是一个公司的高管，怎么可能会私人抵押房产去贷款？面对孙薇的质问，法院那边很快给出了证据。刘涛和贷款公司签的合同，刘涛亲自在上面签字画押，而且还有孙薇自己名下房产的房产证。当一堆证据摆在面前的时候，孙薇已经开始慌了。法院这个时候告诉孙薇，刘涛已经失联了，如果在今天之内找不到他，我们就要对你的房产进行强制执行。孙薇赶紧打电话给刘涛，才发现刘涛的电话已经打不通了。慌慌忙忙从医院出来，回到住处的时候，发现已经人去楼空，家里面所有东西全都被搬完，自己名下的那几套房子全部都被法院贴上了封条。这时候的孙薇才感觉到天都快要塌下来，在无数次联系刘涛联系不上的时候，鬼使神差的把电话打给了我。电话接通的第1秒，你快帮我想想办法，我的房子被刘涛诈骗了，如果他现在不出现，我将会一无所有。听到电话里面孙薇绝望的声音，我只能叹了一口气。当时我去医院就是告诉孙薇这件事情，可是孙薇在我的面前秀恩爱，根本没把我的话当一回事。现在报应来得如此之快，
我也没有心情在孙威的伤口上撒盐，而是对孙威说了一句：钱财都是身外之物，活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你还是珍惜一下接下来的时光吧。只听到一声清脆的响声，那是孙威的电话掉到地上的声音。因为我的话已经说得足够明白，孙威已经没有太多时间了，再去纠结这些问题，都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。我新买的别墅门口，突然来了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，像是一个疯婆子一样，疯狂地拍打着我家的铁门，把我家的狗吓得直叫唤。保姆阿姨也是被女人吓到了，赶紧打电话让我回去。当我的迈巴赫停在门口的时候，那个像是疯子一样的女人瞪大了眼睛，看到我从车上走下来。王帅，你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有钱？你的车子和房子是从哪里来的？这个疯子一样的女人就是孙威，因为这几天没有找到刘涛，再加上法院在屁股后面各种各样的催促，让孙威的精神很快就崩溃了。孙威把电话打给我，我并没有要帮助他的意思。经过多方打听，孙威知道我住在了这个小区，所以才会找到门口。你和我离婚的时候是一个身无分文的穷光蛋，你只要老家的一套老房子，怎么摇身一变就这么有钱了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隐瞒着我？你是不是家里面藏着金库？如果你真的隐瞒我的话，你要把你的钱分一半给我。孙威像是失去了理智一样，上来疯狂地摇晃着我的身体，试图把自己嘴里面说的这一切变成现实。可是我拿开了孙威的手，用手拍了拍自己身上的灰尘，看了孙威一眼之后，很认真地对孙威说了一句：没错，和你离婚的时候，我的确身无分文，但并不表示我就是一个穷鬼。我也没有再隐瞒任何的东西，直接告诉了孙威，我之所以这么有钱，那是因为老家拆迁了。当时我只要了老家的老房子，在别人眼里，那老家的房子根本不值钱。孙威也是这样想的，所以他直接就把老家的房子让给了我。我还得感激你，如果不是你大大方方的把老家的房子让给我，我怎么可能会得到几千万的赔偿款？一句话直接把孙威差点气晕过去。在身体摇晃了几下之后，孙威还不相信，一个劲地摇着脑袋：你这个骗子，你就是为了气我才编的一个谎言，你根本没有什么赔偿款，你是为了气我才这样说的，对吧？我拿出了拆迁补偿书，看着上面的公章和赔偿金额，孙威的眼睛都直了。那可是白花花的钞票啊，那几千万的赔偿款，就算是孙威名下的所有的房子全都卖掉，和这些赔偿款相比，根本就不值一提。而几秒钟之后，孙威突然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，直接就跪在我面前，抱着我的双腿哀求起来：老公，你现在这么有钱，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，出手救救我好不好？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你是为了我兄弟的钱才会下跪的吧？就在这个时候，张伟从后面的别墅里面走了出来。之前我和孙威之间不管闹多少次，作为一个朋友，也是双方共同的朋友，张伟都没有出面干涉过。可是这一次，张伟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直接站出来对孙威说：你这个眼睛里面只有钱的女人，不值得任何同情。我朋友王帅眼睛不瞎，他不会再相信你的任何话。张伟把我的想法说了出来，而孙威听到张伟的话之后，用万般期盼和祈求的眼神看着我，希望我能够同情。可是我的表情变得越来越冰冷，只是平静地掏出了一张支票，甚至看都不看一眼孙威。这里有10万块，拿去吧，早晚你用得着。听到我拿10万块给他，孙威感觉到自己像是被羞辱了一样，
嗖的一声站起来，抬起手就要打我的耳光，可是被我一把抓住手。一个快要死的人，我何必羞辱你？孙威的脸色突然变得一片惨白，用一种绝望的眼神盯着我，充满着无尽的幽怨。你真的那么想让我去死吗？看着眼前这个女人，我已经失去了所有的耐心。当这个女人背叛我的时候，这个女人在我心里面已经死了，所以我不可能有任何的同情。我给你的10万块是给你安排后事的，你的那些房子要不回来了，因为你心爱的男人永远也还不上那些钱了。这句话像是刀子，直接戳穿了孙威的心脏。孙威颤抖几下之后，嘴里再次喷出一口鲜血。我往旁边让了一下，完美的躲避开来。孙威嘴里吐出一口血之后，身体就像是一片树叶一样，晃晃悠悠地倒了下去。倒地的时候，孙威还用一种杀气腾腾的眼神看着我，直接诅咒我：你这么冷血无情，就算我死了，我也不会让你好过。孙威终于倒下去了，倒在我们面前。当救护车来了之后，直接就把孙威拉进了重症监护室。经过检查之后，医生下达了病危通知书。医生说孙威已经活不了几天，这几天就好好的看着他，不要再让孙威被什么东西刺激到，因为如果再出什么意外，可能神仙都救不了孙威。可是就在孙威的家属陆陆续续到齐，守在病房外面的时候，孙威竟然离奇在众人面前消失掉了。等找到孙威的时候，是在一个车祸的现场。孙威知道自己的病情已经无力回天，而且所有的真相全都展现在了孙威的面前。原来之前刘涛为了得到孙威的那些房产，把孙威的病情全都隐瞒了。和孙威在一起之后，刘涛根本就没有告诉孙威身上真实发生的事情。就算孙威感觉到自己身体不舒服，想要去医院检查，好多次都被刘涛以各种理由拒绝了。当时的刘涛认为，如果孙威检查出绝症，肯定会想方设法治病，到时候万一孙威把自己名下的财产全都变卖了，那刘涛岂不是一无所获？为了能够得到孙威的财产，刘涛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隐瞒孙威。刘涛想着，只要孙威有一天死了，自己作为孙威的最后一个陪伴者，孙威的那些财产名正言顺的就会成为自己的。本来刘涛的这个计划会按照原定的方案继续发展下去，但是公司里面突然出了一个项目，在巨额的利益的诱惑之下，刘涛打起了这个项目的主意。后面就发生了刘涛抵押了孙威的房产，通过私人方式把项目拿下来。而甲方终止项目的时候，刘涛知道自己失败了，为了挽回损失，他变卖了所有财产，卷着孙威的东西，直接就跑路了。最后孙威明白了这一切，可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。孙威无颜面对我，更没有脸面面对自己的那些家人和亲属。当孙威千方百计地查到了刘涛的去处，没有任何的犹豫，偷偷从病房里面跑了出来。失去所有念想的孙威开着一辆车，在刘涛出门散步的时候疯狂地冲了过去。这场车祸一共造成2人死亡，在支离破碎的残骸中，那2具烧焦了的黑炭用一种诡异的方式纠缠在一起，看起来可笑又可怜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